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脱水播放量排行前3，肖战、杨洋、迪丽热巴各占1部，流量也算有实力。现在的剧，如果只是拿平台自家的数据来出来 PK 的话，完全不能使得路人们信服。于是，有着各种各样的第三方平台数据充斥在网络上，而这其中，云和的脱水播放量还是比较有信赖度的。就在过去的4个月当中，脱水数据排行当中位列前3名的剧分别是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、《特战荣耀》、《与君初相识》。一部现代偶像剧，一部军旅偶像剧，一部古装偶像剧没什么关系。有趣的是，3部剧的领衔主演都是极其有名的顶级流量，2代顶流肖战，初代顶流杨洋和唯一一位女顶流迪丽热巴。这3位流量拿出来了今年为止的这段时间以来成绩最好的3部剧。有人提出来疑问，是不是这意味着如今的影视剧圈依旧还是这流量的天下？流量就意味着一切？其实答案没有那么绝对，3位流量还是有着自己一定的实力的。这次能够证明流量还是有着实力的第一个方面，是因为这3部剧当中3位流量饰演的角色都适合他们自己，他们都在自己的舒适圈内表演，当然可以带来不错的表现。在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当中的肖战，是他第1次主演现代偶像剧，不过挑战难度不大，就是要饰演一个高冷话不多，但是却一直爱着女主、呵护女主的偶像男友。肖战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耍帅，散发出让人窒息的荷尔蒙，举手投足都是酥感，满足女性观众的要求即可。整部剧的设定也没有对角色内涵进行深挖，他完成的还算是不错。在《与君初相识》当中的迪丽热巴饰演了一个强大而又美丽，也就是女 A 人设的九尾狐御灵师，能够开大，能够拯救爱人于水火之中，有智商，有胆魄。迪丽热巴明艳的五官完全能够撑起这个角色，也正是她明艳的五官放大了这个角色的光芒。在《特战荣耀》当中出演一个军人的杨洋，那可真是叫一个如鱼得水。穿上了他好久没有穿的军装，挺得笔直，又是制服诱惑，又把军人的气度拿了出来，角色契合度不能说不高。所以3个顶流都出演了很适合自己本人人设的角色，难度都不大，完成度当然会高。第二个方面便是这3部剧从内容质量上来说不算差，中规中矩的表现，加之粉丝助力，自然会相得益彰。尽管3部剧在开播之初都招致众多吐槽，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被指责发爹难糖，《与君初相识》只看开头几集，服化到让人头皮发麻。《特战荣耀》的军事部分，编剧一看就没用心，处处是漏洞，但是也不能一竿子将其通通打死。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的确却让大家感受到了甜蜜爆棚。《与君初相识》配得上是 S 级别的古偶制作，有主角开大，有血染大婚，各种名场面轮番来演绎出来了 B 美学。《特战荣耀》男主角一路成长，真的挺热血励志。总体上来说，3部剧都是瑕不掩瑜，还算值得一看。此外，3位流量本来就有着相当固定且庞大的粉丝群体支持，点击量就会顺水推舟攀上高位。第3个方面，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外因，是这3部剧在播出的同期，几乎没有压倒性的爆剧出现。在过去的4个月里，大家能想得出来的口碑好剧就没有几个。年初倒是有一部开端，但是没和上述的3部剧集撞在同一个时间段，还有一部倒是前后脚与他们撞了个满怀的亲爱的小孩，也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爆剧，没有一部绝对压倒性口碑剧的出现。这3部剧又有着流量，自身又不算是特别差，当然会拿下不错的成绩出来。虽然网络上一直以来都有人在唱衰流量，看衰流量，看不起流量，但是平心而论，流量能够成为流量，也有自己一定的实力存在。他们有着一般人都没有的超高颜值，也不算是特别掉线的演技。最重要的是，一群死心塌地跟着他们的大批粉丝，这样即便是一部比较普通的作品让他们去演，也会有所加成。因此这就使得他们能够保持被资本所青睐，资源越来越好，戏越拍越多，粉丝越来越牢固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